82岁的王阿姨身体硬朗，每天还能步行5公里，但她坚持了20年的一个习惯，却让医生都感到意外。王阿姨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然后去公园打太极，但她的睡眠时间每天晚上只有4个半小时。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说，哎呀，4个半小时睡眠太少了，这不就是典型的失眠吗？但王阿姨从来不吃安眠药，她白天精神很好，从不打瞌睡。每年社区体检，她的血压、血糖、血脂全部正常，甚至比很多50岁的人还要好。医生说你的大脑状态就像60岁的人，为什么王阿姨睡得这么少，大脑却不衰老？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50岁以上的人好好思考。你或许不知道，睡眠少不等于失眠，更不等于大脑在加速衰老。但如果你有以下5个信号，那就真的要小心了。这说明你的大脑可能正在提前衰老。第一个信号是你睡觉的时候容易醒，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很多人觉得这是正常的，年纪大了吗？睡眠变浅了，但研究告诉你，这不是正常现象。真正长寿健康的人，哪怕70岁、80岁，他们晚上也能一觉睡到天亮。如果你夜里经常醒来之后超过30分钟都睡不着，那你的大脑神经递质系统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退化了。医学上把这个叫做碎片化睡眠，是大脑提前衰老的危险信号。我在门诊遇到一个68岁的李伯伯，他10几年来每天晚上都要醒3、4次，每次醒来看手机，一看就是半小时，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后来他的记忆力严重下降，连女儿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这不是简单的失眠，也不是老化，这是大脑功能退化的危险信号。好，现在你知道了，夜里经常醒了睡不着，这是第一个危险信号。那第2个信号又是什么呢？第2个信号是你白天非常容易犯困，尤其是吃完午饭之后。很多人觉得吃完饭犯困是正常的，说明我消化能力好，大错特错。如果你吃完饭就犯困，甚至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那说明你的大脑能量管理机制出了问题。正常的大脑是可以自主调节能量分配的。吃饱之后大脑依然清醒，这说明你大脑的线粒体功能很健康。但如果你吃完饭就困得要命，甚至开车都会打瞌睡，那说明你的脑细胞已经开始缺乏能量供应了。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跟踪了1200名50岁以上的中年人，发现白天极度困倦的人，在未来5年内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比正常人群高出整整3倍。这个数据让我非常震惊。你想想看，白天犯困，很多人会觉得只是休息不好，谁会想到这是大脑提前衰老的征兆呢？好，第2个信号讲完了，那第3个信号是什么？第3个信号是你的梦境变得非常奇怪，或者你根本记不住自己做的梦。梦其实是大脑自我清理和记忆整合的过程。当你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启动一种叫做慢波睡眠的模式，这时候脑脊液会冲洗大脑，把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给清理掉，而梦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你经常做噩梦，或者梦境碎片化、不连贯，甚至很多人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做过梦了，这往往意味着你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深度睡眠不足，大脑就无法有效清理废物，那些导致阿尔茨海默症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就会在你的大脑里越积越多。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深度睡眠时间每减少 1%， 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量就会增加约 8%， 一年 10%， 不用5年，你的大脑里面就会像堆满了垃圾的房间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你看，做梦这件事是多么重要，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做梦太少或者噩梦连连，其实都是大脑在求救。那第4个信号是什么呢？第4个信号是你早上醒来之后，
觉得头昏脑胀，完全没有休息好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我明明睡了7、8个小时啊，为什么早上起来还是这么累？这就要说到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的区别了。睡眠时长只是数量，睡眠质量才是质量。如果你睡醒之后觉得全身沉重，头脑不清醒，就像背了一块石头一样，那说明你的睡眠效率非常低。正常的睡眠应该让你醒来之后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如果你的大脑在睡眠中产生了大量的炎症因子，或者你的脑细胞在夜间受损严重，那你就算睡上10个小时，早上起来也还是昏昏沉沉的。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睡眠中炎症反应高的人群，他们的脑部皮质萎缩速度比正常人快了将近1倍。换句话说，你的大脑正在被炎症一点点消耗掉。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呢？有一个简单的自我测试，你早上醒来之后，坐在床边休息3分钟。如果你3分钟之内还不能完全清醒，或者需要喝咖啡才能打起精神，那就说明你的睡眠质量不合格。这可不是夸大其词，这是国际睡眠协会通用的评估标准。好的，前4个信号大家都记住了吗？夜里容易醒，白天犯困，梦境异常，早上头昏。现在我要讲最后一个信号，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信号。第5个信号是，你开始出现情绪上的剧烈波动，或者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很多人把情绪问题归咎于生活压力或者更年期，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大脑前额叶皮层，这个负责情绪管理和决策的区域，是大脑中最早开始衰老的部位之一，而且它对睡眠质量极度敏感。如果你连续一段时间的睡眠质量不好，你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会下降 30% 以上。这时候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简单来说就是3个字：易怒、焦虑、抑郁。原本很小的事情，比如别人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你就会莫名的烦躁；或者以前很喜欢的活动，比如逛街、打牌、带孙子，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人老了，心态变了。其实不是，这是你的大脑神经递质系统出了问题，尤其是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失调，这跟睡眠有直接关系。台湾阳明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睡眠障碍的中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2.8 倍，而且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这是睡眠问题，他们只会觉得生活没意思，老了没用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好，现在5个信号全部讲完了。第1个是夜里容易醒，第2个是白天容易困，第3个是梦境异常，第4个是早上头昏，第5个是情绪波动。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出现了几个。如果出现了3个以上，我建议你尽快关注自己的睡眠健康，但你不要着急去吃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睡眠，阻止大脑的提前衰老。你可能会觉得改善睡眠不就是早睡早起吗？或者说吃褪黑素呗。但这些方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睡眠质量的核心不是你什么时候上床，而是你大脑中的微循环系统是不是健康。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概念，叫做脑淋巴系统。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但很多医生都不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有一套完整的排毒系统。白天的时候，这套系统运作比较缓慢，但到了你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脑细胞会收缩，脑脊液会迅速流动，把白天的代谢废物清晰地带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自动洗碗机，不需要你费任何力气。但问题是，这套系统的启动条件非常严苛，它需要你的体温有节奏地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下降，以及你的褪黑素水平适中。如果你缺乏这些条件，这套排毒系统就没办法正常工作。
那么普通人该怎么激活这套系统，促进大脑的自我修复呢？我从医学文献和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了5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黄金60分钟，意思是你入睡后的第一个60分钟，是决定你整夜睡眠质量的关键窗口。这个阶段你大脑会从浅睡眠逐步过渡到深睡眠。如果这60分钟内你被打断了，那整晚的深睡眠都会被破坏。怎么保证这个黄金60分钟不被打破呢？很简单，睡前1个小时内不要看任何电子屏幕、手机、平板、电视都不行。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你的大脑以为现在还是白天。第二个方法叫做睡前泡脚，不是随便泡一泡，泡脚的水温要控制在40到42度，浸泡时间至少20分钟，要达到微微出汗的程度。为什么泡脚有用？因为泡脚可以扩张你的末梢血管，让你的核心体温轻微下降，而核心体温的下降是激活深度睡眠的最重要信号。这比吃任何安眠药都要管用，而且完全没有副作用。台湾中医临床研究证实，睡前坚持温水泡脚3个月，老年人的睡眠效率可以提高 22%。 第三个方法叫做睡前禁食。很多人喜欢睡觉前喝牛奶、吃水果，甚至吃宵夜，这其实对睡眠很不好。因为消化需要能量，而休息需要能量放松。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肠道和大脑在争抢血液供应，结果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在工作，你的大脑也在工作，谁也得不到真正休息。所以我建议你睡前3小时内不要吃任何东西，如果真的饿，最多喝1小杯温水。第四个方法叫做固定起床时间。很多人觉得我昨天没睡好，那今天早上多睡一会儿吧。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如果把起床时间推迟，你的生物钟就会被打乱，第二天晚上该睡的时候你就不困了，然后你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佳的做法是，不管昨晚睡了几个小时，每天早晨都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比如你计划6点半起床，那就算你凌晨3点才睡，也要坚持6点半起床，最多坚持2-3天，你的生物钟就会被校正过来。这个方法在睡眠医学中叫做睡眠限制疗法，是目前治疗慢性失眠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第5个方法叫做白天光照疗法。你知道吗？你的生物钟不是靠闹钟来设定的，而是靠光线来设定的。你白天接触到的光线越多，你晚上的褪黑素分泌就越好。所以在天气好的时候，我建议你每天至少在户外待30分钟，不需要剧烈运动，就坐在阳光下晒晒太阳就行。阴天也没有关系，室外的光线强度也远远大于室内。这3个方法配合起来，绝大多数人的睡眠问题都能得到显著改善。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些方法都试过了，还是睡不好，该怎么办？这里我要非常慎重地给你一个建议。如果尝试了上述所有方法超过1个月，你的睡眠问题依然没有改善，我建议你尽快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最需要做的一个检查叫做多导睡眠监测。这个检查可以准确判断你的大脑在睡眠中的状态，包括你的呼吸暂停、血氧变化、脑电波活动等。很多人长期睡不好，其实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导致的。这个病的发病率非常高，尤其是在50岁以上、体重偏重的人群中。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只知道自己睡觉打呼噜。如果你的伴侣说你睡觉的时候会突然停止呼吸几秒钟，然后突然大喘一口气，那你很可能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这个病如果长期不管，不只是大脑衰老的问题，还会引发高血压、心梗、脑中风，甚至猝死。所以，请记住我这句话，睡眠问题不是小事，不要自己硬扛。好，现在让我来帮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讲了一个82岁的王阿姨的故事。
他每天只睡4个半小时，却非常健康。很多人觉得这是天赋异禀，但实际上，王阿姨的秘密在于她的睡眠质量极高。她虽然睡得少，但每一次睡眠都进入了深度状态，大脑的排毒系统高效运作。然后我们讲了大脑提前衰老的5个危险信号：夜里容易醒，白天易犯困，梦境异常，早上头昏，情绪波动。如果你发现自己有3个以上的信号，就说明你的睡眠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大脑的衰老速度可能正在加快。接着我们讲了5个改善睡眠的方法：黄金60分钟保持安静，睡前泡脚，睡前进食，固定起床时间，白天光照疗法。这5个方法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吃药，只需要你付出一点点耐心和坚持。最后我们讲了，如果这些方法没有效果，一定要去医院做多导睡眠监测，排查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而这1/3的时间决定了你另外2/3的时间是否能活得健康，活得长寿，活得有尊严。睡眠不是浪费时间，睡眠是大脑在给你充电，在给你洗澡，在给你修复受损的细胞。如果你现在开始重视睡眠，哪怕你已经60岁、70岁，你的大脑依然有可能恢复到年轻的状态。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类似的睡眠困扰？比如半夜经常醒来，白天总是犯困，或者早上起来头昏脑胀。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尝试过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无效。我们一起讨论，互相帮助。但请记住，这篇文章只是科普知识分享，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如果你有严重的睡眠问题，请务必去医院找专业医生咨询。我是你的健康科普朋友，希望你能睡个好觉，大脑永远年轻。我们下期再见。